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如果女人一辈子没结婚，就会被视作是异类，觉得不结婚的女人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女人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逐步的提升，对于不婚族也越来越宽容。因为社会宽容度越来越高，从而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婚族，他们不再被世俗的观念所约束，选择去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。作为城市剩女，她们之所以被剩下，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不愿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委屈自己和一个不合适的男人组成家庭，去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。如果遇不到自己喜欢、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匹配的男人，城市剩女们绝不会委曲求全，她们宁愿一辈子单身，也不会选择在不幸的婚姻里苟延残喘。但是因为自身圈圈的狭窄，或者没有好的缘分，往往造成城市剩女高不成低不就，始终没有找到如意郎君，导致一辈子都嫁不出去。都说单身最大的隐患就是养老问题，因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足够的能力去安排自己的生活，而当一个人逐渐的老去，直到不能动弹时，就常常会显得无能为力。那么城市剩女一辈子不结婚，老了怎么办呢？让我们去看一看下面这3位单身女性的真实经历吧。1. 50岁的高女士。我今年已经50岁了，因为我迟迟未嫁，父母非常着急，他们到处托人给我介绍男朋友，恨不得我今天才和某个相亲男见面，明天就答应嫁给他。父母总是骂我太宅，说我天天待在家里，从不出去交朋结友，这样的状态根本就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他们说我年龄都这么大了，如果再不主动出击，很难有男人会喜欢我。只要我下班回到家里，父母就会赶我出去，让我去一些社交场所转转，比如酒吧之类的场所。他们说那里的男孩子多，一定会有很多机会，而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他们让我看到优秀的男孩就要主动出击，说现在的时代变了，女孩主动追求男孩并不丢人。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已经崩了，居然会匪夷所思的让我去酒吧里找男朋友，还要让我主动出击。如果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，那无疑是在作死。虽然我大龄未嫁，但我的心态特别的平和，觉得好婚姻就是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如果能够有幸的遇到家园，我会给自己一个幸福的机会。如果没能遇到合适的对象，我觉得单身未必就不是一种幸福。我从小就是在父母的打闹声中长大，父亲的拳头，母亲的哭泣，在我的眼里早已司空见惯。因为父母的榜样作用，造成我对婚姻一直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，甚至对婚姻有着消极的对抗心理。我今年已经50岁了，和我同龄的男人绝大多数已经为人夫为人妇。我是一个有感情洁癖的女人，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有婚史的男人，更不可能去做人后妈。所以我大概率会一辈子单身，过着孤独终老的生活。在我的计划当中，我的晚年应该是住在1楼带花园的房子里，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草，逗弄猫猫狗狗，让他们陪伴我度过闲暇时光。我存了不少积蓄，如果我50岁还没出嫁，我就会去买一套1楼带花园的房子，然后搬离父母家，一个人清静地过日子。我之所以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是因为我深知，如果我50岁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，父母绝对饶不了我。所以趁着他们未收拾我之前，我要赶紧给自己找到落脚之地，远离他们的管辖范围。
关于我养老的问题，我打算先尽量多存钱，因为我认为如今这个年代，只要有足够的金钱，还怕晚年没办法养老吗？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养老院，也有那么多的保姆和护工，只要有钱，多的是养老的方法。所以我从来不纠结自己养老的问题，我只纠结自己能够挣多少钱。我觉得与其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家人上，还不如让自己尽量的多挣钱。女人只要有了钱，就能够进退自如，无论结婚还是不婚，都能够让自己过得幸福。谢女士，我今年已经58岁了，在我40岁之前，婚姻尚还有所期盼。自从我过了40岁之后，就再也不打算结婚，因为我觉得既然自己在如花的年龄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，根本不可能在自己容颜已逝后遇到优质男。与其选择一个歪瓜裂枣在一起过日子，还不如让自己高傲的单身。因为我没结婚，所以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对于我不愿将就的婚姻态度非常理解。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见过太多不幸福的婚姻，所以从来不会逼迫我为了结婚而结婚，让我可以一直保持轻松的心态去对待自己择偶的问题。在我28岁那年，曾经和大学同学的男友订过婚，我俩的婚期都定下了，请帖都发给了亲朋好友，却因为他的劈腿而放弃了结婚的打算。我消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始终不相信那么爱我的男友居然会为了一个离异的女人，就趁着我去外地出差的机会，将她带到我们的新房，2个人同居了很多天，直到被去新房帮忙做卫生的父母发现。当我得知男友劈腿的那一刻，犹如五雷轰顶。我不相信那么优秀的男友居然会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。男友的原生家庭书香门第，读书成绩优异，工作也很出色，是众人眼中有出息的孩子。我原本以为自己择偶的眼光无可挑剔，却在结婚前夕被男友劈腿，彻底打击了我的自信。男友说他一时糊涂才做了错事，他让我原谅他，按照原定计划和他结婚，说他以后绝对不会再犯。我觉得他真的很天真，这种原则性问题我怎么可能原谅？虽然我看重他优秀的个人条件，但我更加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质。自从我和男友分手之后，又接触了好几任男友，但我始终没能够找到动心的感觉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现在我已经不再打算结婚，只想过好每一天。我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，无论是结婚也好，单身也罢，只要能让自己开心快乐的生活，就无悔此生。我的父母如今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，他们都得了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，所以剩下的时日无多。我打算给父母养老送终之后，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。我还有一个弟弟，弟弟和弟媳2口子对我特别好，只要是逢年过节，他们都会邀请我去家里做客，不去都不行。我的侄儿打小就和我很亲，感觉就像真正的母子。弟弟和弟媳都说等我老了，他们不会不管我，如果他们照顾不了我，还有侄子照顾我。他们说等到我们全都老得动不了时，就搭伙去养老院养老，这样不仅大家在一起热闹，侄子照顾起来也方便。虽然我一辈子没结婚，也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我对于自己养老的问题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我存下了不少的积蓄，足够的抵御任何意外。何况我还有一个好侄儿，他就是我晚年幸福生活的底气。我的钱估计这辈子都花不完，我已经立下遗嘱，等我去世之后，就全部由吉儿继承。我们这种无儿无女的女人，财产除了生前使用，去世后就毫无用处。我的财产留给了自己的侄儿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吧。
梁女士，我今年45岁，是一个不婚主义者。我之所以主动地选择不结婚，是因为我不适合婚姻。我是理想主义者，沾不得一丁点的人间烟火。最讨厌的就是买菜、做饭和收拾屋子，觉得这些事太俗。我最喜欢吟诗作画，过伯牙抚琴、高山流水的生活。我讨厌油盐酱醋、家长里短。如果让我禁锢在婚姻里，为男人洗臭袜子，为一家老小跑去菜市场割肉，系上围裙做上一大桌的饭菜，为孩子的作业伤脑筋，为老公夜夜晚归而伤神，那我能郁闷死。我理想的生活是在下班之后，回到家里泡上一杯研磨咖啡，配上坚果零食，舒适地躺在沙发上追剧看书，享受悠闲时光，或者在周末去看一场音乐会，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，尽情释放工作的压力，而不是在8小时之后还不得闲，为了老公和孩子继续操劳。目前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于无私的父母，是他们让我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让我在下班之后不用为了果腹而下厨，不用洗衣服收拾房间。父母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，让我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生活。我知道你们会说我不孝顺，说我是成年人，还有父母伺候我，而不是反哺父母。但我能说，照顾我是父母最开心的事情吗？只要我能够开心，就是他们最大的快乐。其实我并不是不懂感恩的女儿，作为父母无私照顾我的回报，我会给父母买各种进口零食水果，也会买很多他们平时舍不得买的物品。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我就绝对不会奢于为父母花钱。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，他们虽然希望我能够找到好男人，和他组成幸福的家庭，但他们深深知道，他们的女儿活得很自私，从来不会因为爱某个人就会洗手做羹汤，所以他们会担心我适应不了家庭的繁琐，从而活得很痛苦。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适合婚姻，我不习惯男人的邋遢，更不习惯他们的毛手毛脚。我的房子里收藏了很多精美的物品，如果他不小心打烂我任何一件收藏，我都会和他拼命。我不会花费精力去养孩子，如果我有那些时间，还不如去做一些取悦自己的事情。我特别喜欢弹古筝，喜欢躺在床上听古典音乐，这些爱好充斥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，哪里还有时间去哄孩子？我非常满意现在的单身生活，这辈子都不想改变。至于老了怎么办，我从来不会考虑。我一直抱着及时行乐的态度，不愿意为未来而操心。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，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谁会先来。与其为了无法预知的未来而担心，还不如先活好当下。我老了有退休金，有房子，还有不少的积蓄，这些足够保障我老有所养。目前我最应该做的是好好的享受每一天，而不是为了养老问题而担忧。老人们常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他们认为婚姻才是一个人最佳的生活方式。如果自己的儿女选择一辈子不结婚，他们就会显得异常的焦虑，为儿女的未来担忧。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杞人忧天。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活法，生活的方式也不是单选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并不是结了婚就一定能够获得幸福，也不是因为选择了单身就过得凄惨。幸福并没有统一标准，幸福只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所界定。就好比有的人喜欢热热闹闹、儿孙满堂的生活，而有的人偏偏喜欢独处，享受一个人的清欢。女人无论结不结婚、生不生孩子，只要她有足够的能力，
能够驾驭好单身生活，就一定能够让自己拥有幸福，为自己创造一个快乐的晚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